我在河边洗手时，河水突然自动分开，一条五爪金龙从中间腾空而起，对着我俯首低鸣。周围的人见状也纷纷跪下喊天降神女。然而我只是淡淡点了点头，没有丝毫意外。作为东域第一修仙世家的唯一继承人，我从未吃过一天苦。直到18岁的觉醒大典这天，我一下从天堂坠入了地狱。我站在祭天高台之上，下方是前来观礼的修士，我爹叶家家主叶震天则站在我的身侧，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骄傲。清血快凝神，引动命格之力，与天地共鸣。我深吸一口气，灵气如百川汇海疯狂涌入我的体内，天空之上祥云聚集，万道金光直射下来。这是顶级平安命格的显兆，连见惯了大场面的长老们都激动的胡子发颤。然而就在我准备彻底稳固命格时，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我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身前的白玉祭台，体内的灵气瞬间失控，如同脱缰的野马在我体内四处冲撞，天空的祥云也转眼间化为不祥的乌云。怎么回事？叶震天脸色大变，我整个人瘫软在地，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我的堂妹叶曼哥关切地扶起我，递过来一杯清水。姐姐，你没事吧？快喝口水顺顺气。我喉咙干得快要冒烟，毫不犹豫地接过水杯一饮而尽。清水入喉后，我的丹田突然传来一阵剧痛，体内的平安命格也开始疯狂往外抽离。我痛苦地惨叫出声，抬头望向叶曼哥时，他的身上竟开始散发出柔和的金光，越来越盛，最终与天际的祥云遥相呼应。台下的长老们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呼。天佑我叶家，曼哥竟是身负大气运之人。原来如此，是他偷走了我的平安命格。我强撑着身体爬向叶震天，他此时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叶曼哥吸引了，眼神里满是狂喜。我用力抓住他的衣摆，父亲。然而叶震天只是低头看了我一眼，声音冷酷的不带一丝情感。来人，叶清雪心术不正，引来天道反噬，即日起逐出家门，剥夺叶姓，永世不得踏入东域半步。他的话将我最后一点希冀彻底捅碎。我被2个护卫拖下祭台，扔出了叶家的大门。回头望去，叶曼哥正被众人簇拥着，而我叶清雪却在今天失去了一切。被逐出叶家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厄运缠身。现在的我喝口凉水都能塞牙缝。我蜷缩在城南的破庙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结果一道闪电精准地劈在了我头顶的房梁上。要不是我反应快滚了一圈，现在已经是一具焦尸了。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想在街上找点吃的，结果迎面走来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是叶曼哥派来斩草除根的，转身就跑。可我一个曾经的天才，现在跑起来比普通人还慢，因为我总会莫名其妙的左脚绊右脚，平地摔了不知道多少次。臭丫头，哪里跑？身后的杀手大喝一声，一剑朝我的后心刺来。这时我整个人再次不受控制地朝前扑去，回头一看，魂都快吓飞了。那个杀手因为我这离奇的一滑，一剑刺空，撞在了他同伴刚刚拔出的刀刃上，被捅了个对穿。剩下的几个杀手都看傻了，我趁他们发愣的功夫，连滚带爬地逃进了一条小巷。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抬头一看，天空中一个巨大的黑点正在飞速扩大，那是一颗陨石。开什么玩笑，陨石这种东西几百年都未必能见到一次，今天就让我碰上了。而且看这轨迹，目标好像就是我的天灵盖，我要成为修仙界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陨石砸死的修士了。就在这时，一道慵懒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现在的年轻人火气就是大，随便就从天上乱丢垃圾。一个年轻男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面前，他手里拿着一把看起来比他还老的秃毛扫帚，正仰头看着那颗气势汹汹的陨石。下一秒，我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他随手挥了挥那把破扫帚，那颗足以将整个街区夷为平地的巨大陨石在半空中碎成了漫天齑粉。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那男人低下头，深邃的目光仿佛能看穿我灵魂深处。有意思，命格被人偷了，还能活蹦乱跳到现在，你这小丫头命够硬啊！我浑身一震，警惕地看着他。你是谁？他没回答我，而是弯下腰把我从地上拎了起来，扛在肩上。喂，你干什么？放我下来！我奋力挣扎，但他却纹丝不动。别动了，来我的门派饿不死你。他就这么扛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了城外一处荒山。山上只有一间孤零零的破茅草屋，风一吹就吱呀作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匾，上面用墨水写着3个大字：清风门。这就是他说的门派，比叶家的茅房还破。他把我扔在地上，自己则找了张躺椅悠哉悠哉地躺了上去，翘着2郎腿闭目养神。我愣在原地，过了半晌，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古籍丢到我面前。这是什么？他眼睛都没睁开，淡淡的说道：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徒弟了。这本是为师给你的见面礼，自己悟吧。虽然这个自称君无尘的男人看起来不靠谱，但我还是留在了这个比乞丐窝还破的清风门，因为每天可以吃到一只烧鸡。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烧鸡比什么功法秘籍都更有诱惑力。而且我现在确实无处可去了。吃饱喝足后，我开始打坐修炼他丢给我的古籍，可我只要一尝试凝聚灵力，丹田就针扎似的疼。更诡异的是，屋外原本晴朗的天空会瞬间乌云密布，然后一道粗壮的紫色旋雷就跟长了眼睛一样，直直劈在我的头顶。我被劈得浑身抽搐，头发根根倒竖，冒着青烟。
我以为我要死了，结果缓了半天，发现除了有点麻，身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君无尘就躺在不远处的躺椅上嗑瓜子，看得津津有味。师傅，救命啊！我欲哭无泪，他吐掉瓜子皮，懒洋洋地瞥了我一眼。叫什么叫？死不了继续。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彻底活成了雷电的靶子，只要我一修炼，天上必定打雷。君无尘不仅不让我停，反而变本加厉，让我在雷劈中挑水扎马步。我每天都被劈得外焦里嫩，神志不清。但每次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君无尘总会恰到好处地丢给我一只更香的烧鸡，或者一壶甘甜的清泉。你体内的厄运已经和你的灵魂绑定，它排斥一切灵气，所以你一修炼，天地灵气就会视你为异类，降下雷罚。我听得心都凉了，这不就等于说我这辈子都别想修仙了？看着我一脸绝望，君无尘嘴角却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他走到我身边，伸出一根手指，在我被雷劈的漆黑的胳膊上轻轻一划，露出了下面隐隐泛着玉石光泽的皮肤。虽然你无法凝聚灵力，但你的身体在天雷的淬炼下发生着惊人的蜕变。他眼中闪着我看不懂的光芒，一字一句地说道：既然灵气排斥你，那我们就换条路走。从今天起，忘了那些花里胡哨的法术吧。为师要教你的是修仙界最古老的一条路——肉身成圣。接下来的3年，我过上了猪狗不如的生活。君无尘的训练方式简直丧心病狂，我每天的日常就是被各种厄运花式折磨，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毒瘴，天上还要时不时的掉下几块巨石，外加雷电套餐，在布满上古禁制的遗迹里狂奔，后面追着一群发了疯的妖兽，甚至连睡觉他都在我床边放一窝剧毒的七步蛇，说是用来锻炼我的危机反应能力。我的厄运则成了他手中最好用的陪练工具。一开始我每天都在生死边缘疯狂试探，身上没有一块好肉。后来我渐渐变了，我被毒蛇咬后不再感到痛苦，反而觉得那蛇毒跟补品似的，让我的血液都充满了力量。被雷劈了也不再疼痛，反而觉得浑身舒爽，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我的身体在日复一日的极限摧残下，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强度。这天，我正在后山练习君无尘教我的拳法，山林里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一头体型堪比小山、浑身长满狰狞骨刺的3阶妖兽裂地熊闯了进来。那裂地熊显然把我当成了点心，张开血盆大口就朝我扑了过来。我没有躲，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在它锋利的爪子即将碰到我的瞬间，我简简单单的挥出一拳，那头裂地熊就轰然炸成了一团血雾。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拳头，又看了看满地的狼藉，半天没回过神来。我已经这么强了，3年时间，弹指一挥间。这一天，君无尘难得没有逼我去训练，而是躺在椅子上，丢给我一张皱巴巴的传单。1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要开始了，去玩玩吧。宗门大比，这4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响。那曾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台。传单上用最大的篇幅报道着东域叶家的消息。叶家天骄叶曼歌年仅21岁便已突破元婴，被誉为千年一遇的奇才，将率领叶家众弟子剑指此次大比冠军。下面还附着叶曼歌的画像，他身着华服，面带微笑，享受着万众瞩目，而他所拥有的一切本该是我的。我的拳头不自觉地握紧了。想去吗？君无尘的声音淡淡传来。想去吗？君无尘的声音淡淡传来。想。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打了个哈欠。想去就自己去，为师穷的叮当响，可没钱给你当路费。我就知道这个无良师傅关键时刻就掉链子。那怎么办？君无尘用下巴指了指山下。山下300里有个黑风寨，听说那里的山贼富得流油，你去跟他们借点盘缠。打劫山贼，这个主意我喜欢。当晚我孤身一人摸上了黑风寨，直接一脚踹开了他们用金铁打造的山寨大门，然后当着几百个目瞪口呆的山贼的面，一拳将他们的练武场砸出了一个深达10米的巨坑。山贼头子当场就给我跪了，哭着喊着把他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孝敬给了我。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本账簿，账簿上记录着他们与一个神秘买家的交易记录。他们负责打劫过往商队，抢来的货物都以低价卖给了这个买家。而在账簿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家族徽记和一个让我恨之入骨的名字。叶家叶震天。原来叶家光鲜亮丽的背后，竟然还掌控着这片区域的黑市交易，干着这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我冷笑一声，将账簿揣进怀里。叶家，我回来了。这一次，我会把你们欠我的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我带着山贼那里来的巨款，来到了宗门大比的报名点天星城。城中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前来参赛的年轻修士。报名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一身朴素的布衣，夹在那些衣着华丽的宗门弟子中间，显得格格不入。轮到我的时候，负责登记的执事头也不抬地问：姓名、宗门？雪清，清风门。我用了化名，清风门3个字一出口，
周围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清风门没听过啊，哪个犄角旮旯里的小门派？看他穿的那穷酸样，估计是来凑热闹的吧。执事也皱了皱眉，不耐烦地指了指旁边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据测试一下修为，炼气5层以下直接淘汰，炼气5层以下直接淘汰。那是一块专门用来测试修为的玄晶石，坚硬无比。我走上前，看到前面一个弟子运足了气，一掌拍在石碑上，石碑亮起橙色的光芒，显示出筑基后期4个大字，引来一片惊叹。轮到我时，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这不是我们叶家被赶出去的那条狗吗？怎么还有脸来参加大比？”我回头一看，是叶家以前的一个仆人，如今跟在叶家队伍里狗仗人势。他满脸嘲讽地看着我：“你一个连灵力都无法凝聚的废物，也敢来这里丢人现眼，赶紧滚吧！”周围的人都像看好戏一样看着我，我没有理他，只是默默地走到了玄晶石碑前，然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缓缓抬起了我的右手，对着石碑轻轻一捏，咔嚓一声，那块据说连元婴期修士都难以损伤分毫的玄晶石碑，就像一块脆弱的豆腐，被我硬生生捏出了一道道裂缝，紧接着碎成了一地齑粉。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我。那个刚刚还嚣张无比的叶家仆人，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脸色惨白。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回头冲他咧嘴一笑：“现在我能报名了吗？”远处的酒楼上，叶曼哥正与几位世家公子谈笑风生，一个手下匆匆前来，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叶曼哥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阴冷。不可能，他早就该死在哪个臭水沟里了。比赛按照抽签进行，第一场的对手是一个来自烈阳宗的弟子，一手火系法术玩的出神入化。裁判刚刚宣布开始，他便抢先出手，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接着数十条由火焰组成的巨蛇凭空出现，从四面八方将我包围，整个擂台的温度都瞬间升高了10几度。台下的观众发出一阵惊呼：“是烈阳宗的绝学，这姑娘要倒霉了！”完了完了，这火焰的温度，就算有灵力护体，都得被烧成重伤。怕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体修，怕是要直接被烤熟了。叶家的看台上，那个曾经嘲讽我的仆人正幸灾乐祸地对叶曼哥说：“小姐您看，这废物根本不堪一击，都不用我们动手，他自己就死定了。”叶曼哥没有说话，只是眼神冰冷地盯着擂台，似乎想亲眼确认我的死亡。火焰巨蛇组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炙热的气浪扑面而来，将我的头发都烤得有些卷曲。然而我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我甚至还有闲心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空气里有股烤肉的香味，让我想起了师傅做的烧鸡。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我放弃了所有抵抗，任由那数十条火焰巨蛇将我彻底吞噬。熊熊烈焰冲天而起，将整个擂台变成了一片火海。太惨了，连骨灰都剩不下了吧？这烈阳宗的弟子也太狠了。我的对手脸上露出了残忍而得意的笑容，在他看来战斗已经结束了。然而3秒钟后，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因为火海之中，一个闲庭信步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我毫发无损，甚至连衣服的边角都没有烧焦。我一边走一边拍了拍肩膀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有些嫌弃地撇了撇嘴。就这点本事吗？我看向目瞪口呆的对手，一脸认真地评价道：“还没我师傅给我烧的洗澡水热。”话音落下的瞬间，我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我抬手就是一拳，简简单单的一拳，对手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倒飞出去，直接撞碎了擂台边缘的防护法阵，飞出了几十米远，重重地摔在地上，人事不省，全场鸦雀无声。高高的看台上，叶震天缓缓眯起了眼睛，眼神中充满了审视与杀意。我在海选区得到个新外号，一拳超人，因为我所有的比赛都只用了一拳，无论对手的法术多么华丽，阵法多么精妙，我都是直接走到他面前，然后一拳解决问题。这种简单粗暴到毫无美感的打法，让我在一群花里胡哨的修士中成了一个异类。我也引起了叶家的重点关注。叶曼哥显然不相信我能有这么强的实力，他认为我身上肯定有什么能够抵御法术的秘宝。于是在下一场比赛中，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惊喜。我的对手是一个眼神阴鸷的散修，在黑市上以用毒闻名。比赛一开始，他二话不说，直接捏碎了7、8个装着不同毒药的瓶子，五颜六色的毒雾瞬间弥漫了整个擂台，将我的身影彻底笼罩。是7绝断魂散，见血封号的剧毒。台下有识货的人惊呼出声：“太阴险了，这毒物无孔不入，根本防不胜防。”那个叫雪清的姑娘要完了，体修的肉身再强，也扛不住这种剧毒啊！那个散修站在毒雾之外，脸上挂着狰狞的冷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七窍流血、倒地身亡的惨状。然而他等了半天，毒雾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他疑惑之际，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毒雾中传了出来：“这味道怎么有点像韭菜盒子？”下一秒，我从毒雾中走了出来。还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回味的表情。那个散修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你怎么可能没事儿？我耸了耸肩，可能因为我平时吃的毒蛇比你这毒药毒多了吧。话音刚落，我人已经到了他跟前，依旧是一拳，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飞出了擂台。君无尘这个不靠谱的师傅居然也来看我的比赛了。他就坐在观众席最偏僻的角落里，一边嗑着瓜子，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把人一拳一拳地打飞。我打赢比赛下台，他跟个没事人一样，还把瓜子壳递给我，让我帮忙扔一下。我气不打一处来，师傅，你就不能给我加油吗？他斜了我一眼，你还需要加油？我怕我一加油，你一不小心把对手打死了，还得赔钱。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几道极其隐晦的杀气从不同方向锁定了我的后心，是暗箭。叶家的人等不及了，居然在场外下黑手。我瞳孔一缩，刚准备闪避，就看到君无尘屈指一弹，几颗瓜子可以比飞剑更快的速度激射而出，精准地击落了那些淬了剧毒的冷箭。远处的人群中传来几声闷哼，随即归于沉寂。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除了我根本没人注意到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心有余悸地看着君无尘，这个人总是在不经意间展露出他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师傅，你到底有多强？我忍不住问道。君无尘丢掉最后一颗瓜子，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轻描淡写地笑了笑，大概刚好比这天下所有人都强那么一点点吧。海选赛结束后，我以全胜的战绩毫无悬念地晋级了正赛，而我的下一个对手是叶家的一个附属家族，王家的第一天才。真正的硬仗要开始了。王家的天才叫王腾，一手重力阵法使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曾经靠着这一招硬生生将一头3阶妖兽压成了肉泥。比赛开始后，他立刻在擂台上布下了10几个重力法阵，我一踏上擂台就感觉身上像是压了10几座大山，每走一步，脚下的青石板都会寸寸皲裂。雪清，你肉身不是很强吗？我今天就要让你尝尝被自己活活压死的滋味。王腾站在阵法核心疯狂地大笑着，台下的观众也为我捏了一把汗。100倍重力太恐怖了，这根本没法打啊。是啊，在这种重力下，别说攻击了，连动一下手指都困难。叶曼哥在看台上露出了势在必得的微笑，这一招是他特意传授给王腾用来克制我的。然而他还是太小看我了，也太小看君无尘那3年的魔鬼训练了。这种程度的重力，跟我当年顶着陨石雨挑水比起来，简直就是毛毛雨。我顶着那恐怖的压力，异常坚定地朝着王腾走了过去。一路上我的额头渗出汗水，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但我眼神中的战意却越来越盛。王腾的笑容逐渐消失，取而代的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还能动？他疯狂地催动灵力，将重力加持到最大。我脚下的擂台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深坑，但我终于走到了他的面前。我抬起手，因为巨大的压力，这个简单的动作显得无比缓慢。王腾吓得魂飞魄散，转身想跑，但已经晚了。我一巴掌直接将他扇飞了出去，他像个陀螺一样在空中转了几圈，才重重摔在台下，牙都崩飞了好几颗。随着他的落败，笼罩着整个擂台的重力法阵也瞬间烟消云散。我长舒了一口气，感觉浑身一轻，前所未有的舒爽。叶家所在的看台上传来一声杯子被捏碎的脆响，叶震天的脸色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正赛开幕式上，所有晋级的选手都集中亮相，我终于和叶曼哥正面相遇了。他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模样，身边围满了阿谀奉承的世家子弟。看到我时，他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很快就被完美的伪装掩盖。他拨开人群，袅袅婷婷地向我走来，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担忧与心疼。姐姐，真的是你？你这几年都去哪儿了？妹妹好想你啊。他说着就要来拉我的手，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演的那叫一个逼真。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了那一切，恐怕真的要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给骗了。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我感觉到一股精神力悄无声息地朝我的识海刺来。好歹毒的女人，暗地里下这种死手。可惜他算错了一件事，我的身体在天雷的淬炼下早已百邪不侵，万法难伤，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精神攻击。他的精神力攻击对我来说跟清风拂面没什么区别。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在看到我毫无反应之后，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不明白他引以为傲的精神秘术为什么会对我失效。就在他愣神的这一刹那，我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扇在了他那张虚伪的脸上。这一巴掌清脆响亮，传遍了整个广场。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我敢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打叶家的第一天才。叶曼哥被我一巴掌扇得原地转了半圈，白皙的脸颊上瞬间浮现出5道清晰的指印。他捂着脸，眼神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你敢打我？他尖叫出声。我冷冷地看着他，收回微微发麻的手掌，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一巴掌是替3年前的我打的。叶曼哥，好戏才刚刚开始。放肆！一声雷霆般的怒喝从主看台上传来，叶震天猛地站起身，一股属于化神期大能的恐怖威压如同山崩海啸般向我碾压而来。他动了真怒，竟然不顾大比规矩，要亲自对我出手。在这股威压之下，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可能被撕成碎片。我咬紧牙关，死死地挺直了脊梁，绝不肯在他面前弯下半分。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道身影慢悠悠地从观众席上走了下来。君无尘还是那副没睡醒的样子，手里拿着他那把宝贝扫帚，一步一步走上了高台，站在了我的身前。他对叶震天那毁天灭地般的威压视若无睹，只是将手中的扫帚往地上的青石板上轻轻一顿，一股无形但却更加恐怖的威压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叶震天释放出的威压，在这股力量面前就像是冰雪遇到了烈阳，顷刻间消弭于无形，甚至叶震天本人还被这股反震之力震得后退了3步，才勉强稳住身形，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全场哗然，这个看起来像个扫地杂役的男人到底是谁？竟然能一击逼退叶家家主！君无尘抬起眼皮，那双总是睡眼惺忪的眸子里，此刻却闪烁着骇人的寒光。他看着脸色难看的叶震天，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宗门大比就要有宗门大比的规矩，上了擂台，生死自负。谁要是敢坏了规矩，动我徒弟一根手指头。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我灭他满门！君无尘的强势插手让叶家暂时不敢再轻举妄动。大比继续进行，这一轮是秘境生存战，所有选手都会被传送到一个名为万兽古境的小世界里，需要在里面生存7天，并尽可能多的猎杀妖兽，抢夺别人的玉牌来获取积分。积分最高的前16名才能进入下一轮。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但对别人来说，和我分在一个秘境就是地狱。叶曼哥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不敢在秘境里跟我正面对抗，于是他用叶家的名义买通了秘境里所有的小队，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围剿我。我刚进入秘境，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的环境，脚下的地面突然毫无征兆的塌陷，我整个人掉了下去，坠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漆黑洞穴。等我好不容易稳住身形，才发现这里是万兽古境中最危险的禁地之一——万蛇窟。等我好不容易稳住身形，才发现这里是万兽古境中最危险的禁地之一——万蛇窟。据说就连元婴期修士进来了都有死无生。叶曼哥，你还真是看得起我啊！巨大的水镜映出我掉进万蛇窟的画面，所有人都认为我死定了。完了，掉进万蛇窟，神仙难救啊！这姑娘运气也太差了吧，可惜了。本来还以为她能成为一匹黑马呢。叶震天看着水镜中我被蛇群淹没的身影，嘴角终于露出了一抹残忍的快意。在他看来，我必死无疑。然而水镜中的画面很快就变得诡异起来，预想中我被万蛇吞噬的血腥场面并没有出现，画面闪烁了几下，变得有些模糊。等画面再次清晰时，所有人都看到了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幕：我非但没死在万蛇窟，那些毒蛇在我面前温顺的像蚯蚓。就在这时，万蛇窟深处传来一声怒吼，一条长着独角的巨型变异蛟龙从地底钻了出来。他是万蛇窟的王者，守护着一株即将成熟的上古灵药，是守护兽，他死定了。然而下一秒，所有人的下巴都掉到了地上。我看到那条蛟龙眼睛都亮了，我丢掉手里的蛇，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在那蛟龙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拳把他给打懵了，然后骑在他脖子上，把他当成了坐骑。而那些前来围剿我的几十个天才弟子，刚好在这个时候赶到了万蛇窟。当他们看到我骑着变异蛟龙，手里还拎着那株价值连城的上古灵药冲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接着万兽古境上演了一出鸡飞狗跳的追逐战，我骑着蛟龙，把那条巨大的龙尾当成皮鞭，追着那几十个所谓的天才满秘境的跑，把他们一个个抽得哭爹喊娘，还把所有人的玉牌都抢了过来。我的积分以一种坐火箭般的速度疯狂飙升，很快就登顶了积分榜第1，而且是第2名的10几倍，断层领先。秘境的最后一天，我在一处山谷里堵住了叶曼哥，他身边还跟着几个叶家的核心子弟。看到我，叶曼哥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怎么还没死？我晃了晃手里的蛟龙尾巴，咧嘴一笑，让你失望了。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啊！叶曼哥吓得连连后退。他亲眼见识过我追着几十个人打的场面，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在生死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他从我这里偷走的平安命格，一道金光将他笼罩。他面前的空间一阵扭曲，出现了一个传送门，他竟然触发了秘境中的随机传送阵，直接逃跑了，甚至连那几个忠心耿耿的叶家子弟都顾不上了。那几个叶家子弟都看傻了，他们没想到自己被当成了弃子。我看着他们冷笑一声，紧接着山谷里传来了比杀猪还凄惨的叫声。秘境战结束后，我以碾压性的优势强势晋级，雪清这个名字也传遍了整个东域修仙界，所有人都知道清风门出了一个肉身无敌的怪物，这让叶震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威胁。他知道我就是叶清雪，一个被他亲手抛弃本该死去的女儿，如今却以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强势归来，并且在大比上狠狠地扇了叶家一个又一个耳光。他绝不允许这样的耻辱继续下去。叶震天在密室里见了一个笼罩在黑袍之下的神秘人。3年前，
你帮曼哥夺取了那孽障的命格，现在我需要你再出手一次，用那个禁术彻底引爆他体内的厄运，让他在擂台上自爆身亡。叶震天的声音充满了杀意，黑袍人发出一阵嘶哑的笑声。家主放心，这一次他绝无生还的可能。一场针对我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我一路冲到了8强赛上。这一场的对手是剑宗的首席大弟子，一个孤傲的剑修，他的剑很快很利。比赛刚开始，他便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惊鸿，剑尖直指我的眉心。台下响起一片惊呼，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剑我必死无疑。然而我只是微微偏了偏头，让那锋利无比的剑尖擦着我的脸颊划过，我的脸上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反倒是他的本命飞剑发出一声哀鸣，剑尖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剑宗首席愣住了，他看着自己的剑，又看了看我完好无损的脸，眼神里充满了怀疑人生的迷茫。这是什么身体？但他很快调整了过来，使出了剑宗的无上绝学万剑归宗。一时间，上万道凌厉的剑气将整个擂台都笼罩了进去。面对这足以将一座山头都削平的恐怖剑雨，我依旧不躲不闪，任由那成千上万道飞剑砍在我的身上，密集的金属碰撞声不绝于耳。所有的攻击都无法伤我分毫，在全场观众如同看神仙一般的目光中，我顶着漫天的剑雨，一步一步走到了那个已经彻底傻掉的剑宗首席面前，抬手狠狠地砸在了他的飞剑上，灵剑应声而断，剑宗首席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直接昏死了过去。我再次一拳获胜，然而就在我准备下台的时候，心脏却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就好像3年前我被夺走命格时的感觉，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黑色雾气从我体内疯狂涌出，将我团团缠绕。这是厄运黑气，我能感觉到我的力量在飞速流逝，动作变得迟缓，意识开始模糊。叶家他们在场外对我动了手脚，我艰难地抬起头，看向叶家的看台，叶震天和叶曼哥正用一种看死人般的眼神，冷冷地注视着我。而我下一场的对手是一个修炼了狂化秘术的体修，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狞笑一声，发动了自己最强的杀招，他的身体瞬间膨胀了1倍，浑身肌肉虬结，像一头发怒的巨熊，携带着万钧之力。完了吗？我的意识坠入了无边的黑暗。就在那致命的拳头即将落在我头上的瞬间，一直闭目养神的君无尘突然睁开了眼睛，他将目光投向了赛场外一处隐蔽的阁楼，屈指一弹，一道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流光一闪而逝。千里之外的阁楼里，那个正在催动禁术的黑袍邪修眉心突然出现一个血洞，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化为了一滩脓血。禁术被破了，擂台上我正处于生死一线，在无尽的黑暗中，我仿佛听到了君无尘的声音：清雪，你的厄运既是你的劫，也是你的缘，破而后立，方能成圣。我猛地惊醒，这厄运黑气虽然在侵蚀我的生命，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既然无法驱散，那我为何不能将它化为己用？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在那狂化体修的拳头即将砸中我的前一秒，我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怒吼，我不再压制体内的厄运黑气，反而主动引导他们，让他们与我强大的气血之力强行融合，一股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狂暴的气息从我体内爆发出来，那些厄运之气化作了一层坚不可摧的黑色罡气，覆盖在我的体表，像一层黑色的铠甲。我缓缓抬起头，双眼之中一片赤红，我抬起被黑色罡气包裹的拳头，迎着对方的攻击，两只拳头在半空中悍然相撞，那个狂化体修发出一声惨叫，整条手臂从拳头到肩膀寸寸断裂。我借着厄运之力强行突破了肉身的极限，我收回拳头，缓缓站直身体，冰冷的目光穿过无数人群，死死地锁定了看台上的叶震天和叶曼哥。我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的嘶吼：洗干净脖子，下一个就是你们。4强赛的前夜，叶家突然派人来找我，说叶震天要见我，来人还带来了一个锦盒，说是我娘的遗物。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叶震天一直告诉我她是病死的。我捏着那个冰冷的锦盒，心里五味杂陈。他想干什么？用亲情来软化我吗？真是可笑。我当着来使的面打开了锦盒，里面是一只我娘生前最喜欢的凤钗。我拿起凤钗，还没等我仔细端详，一股致命的危机感从凤钗内部传来，是蛊虫。凤钗是中空的，里面藏着一条歹毒无比的绝命蛊，一旦我将凤钗贴身佩戴，这条蛊虫就会钻入我的皮肤，啃食我的心脏，让我无声无息的死去。虎毒尚不食子，叶震天，你真是比老虎还毒。我心中最后一点对父亲这个词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我面无表情地走到房间的火盆前，当着来使的面将那只价值连城的凤钗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火焰中传来一阵细微但却尖锐的滋滋声，那是蛊虫被烧死的声音。我冷冷地看着那个已经吓傻了的使者，回去告诉叶震天，我与他从3年前我被逐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恩断义绝了，下一次见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到了4强赛，我对上了叶家的2号天才叶曼哥的亲弟弟叶天。这个家伙从小就跟在叶曼哥屁股后面，如今在擂台上相见，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和不屑。
叶清雪，你这个叛徒废物，今天我就要替我姐替我们叶家清理门户。比赛一开始，叶天就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扔法宝，什么附仙锁、镇魂钟、裂天印，一件件在外界足以引起腥风血雨的高级法宝，被他当成砖头一样朝我砸来。叶家还真是财大气粗，换做别的修士面对这种狂轰滥炸，早就手忙脚乱了。但我只是静静地站着，我轻轻一正符仙锁直接崩断，镇魂中的音波攻击对我来说跟催眠曲没什么区别。那方小山一样大小的裂天印也被我一拳轰上了天，砸到了赛场外的河里，溅起滔天巨浪。叶天彻底傻了，他身上所有的法宝都用光了，却连我的衣服角都没碰到。我一步一步向他走去，他吓得连连后退，最后竟然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废物！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吐出2个字，然后抬起脚，一脚踩断了他的左腿。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我没有停，又是一脚踩断了他的右腿。这一脚是替我娘打的，这一脚是替我自己打的。我把他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擂台边缘，然后一脚踹了下去。叶家颜面扫地，叶天的惨败让叶曼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发现我不仅实力变得深不可测，而且他从我这里偷走的平安命格开始变得不稳定了，他的修炼速度变慢了，偶尔还会遇到一些倒霉的小意外，这是命格即将被原主人抽回的前兆。他绝对不能输，为了在决赛中彻底将我击败，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色相，去讨好中州一个顶级大宗门的圣子，从他那里借来了一件传说中的上古神器锁灵塔。这据说它能自成一片空间，在这片空间里，任何灵力和法术都无法施展，是所有法修的克星。叶曼哥拿到锁灵塔后，重新恢复了自信。在他看来，我之所以这么强，完全是仰仗那变态的肉身，只要封印了我的肉身力量，我就只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废物。他已经开始幻想，在决赛的擂台上将我狠狠踩在脚下，让全天下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女。到了半决赛，叶曼哥靠着神器锁灵塔轻松击败了他的对手，而我则依旧是一拳将另一位夺冠大热门、号称防御无双的玄武宗首席，连人带他那身乌龟壳一起打飞了出去。我和叶曼哥双双会师总决赛，整个修仙界都沸腾了，一边是顶替了我的位置，享受了3年荣耀，被誉为东域第一天才的叶曼哥，另一边是我这个被家族抛弃却强势归来，一路以无敌之姿横扫所有对手的一拳超人。宿命的对决终于要来了，所有人都翘首以盼，想知道我们2个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最强。决赛前夜，君无尘突然找到了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壶酒，然后拎着我飞到了叶家的后山禁地。师父，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我不解地问。叶家祖坟戒备森严，到处都是明哨暗哨，君无尘却视若无睹。他喝了一口酒，然后对着禁地最深处那座被重重阵法保护的祠堂，轻描淡写地挥出了一拳，轰隆一声巨响。那些足以抵挡化神期修士全力一击的守护大阵瞬间崩碎，整座祠堂连同后面的山体都被他这一拳硬生生轰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他拉着我走了进去，在禁地最深处，我看到了一个布满诡异符文的血色祭坛，祭坛的中心还残留着一丝让我无比熟悉的气息，那是我的命格的气息。而在祭坛旁边的一块石碑上，我看到了一份用鲜血写成的契约，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交易的内容。叶家提供一个拥有顶级命格的直系血亲作为祭品，换取邪修出手，完成命格转移，换取叶家更强气运。而在契约的末尾，我看到了2个签名，一个是那个黑袍邪修的，另一个是叶震天的亲笔签名。更让我如遭雷击的是，契约的签订日期竟然是在我娘去世的第2天。原来我娘她不是病死的，她也是这个祭坛的祭品之一。当年叶震天为了巩固家主之位，用我娘的性命和邪修做了交易，如今为了让叶家更上一层楼，他又用自己的亲生女儿和邪修做了第2次交易。这个男人为了权力和地位，竟然连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可以牺牲。当年的觉醒大典从一开始就是通命格的仪式现场，我从一开始就是被父亲选定的祭品。滔天的愤怒和仇恨瞬间吞噬了我的理智，狂暴的气血之力在我体内疯狂冲撞，我的双眼变得血红，意识逐渐被杀戮的欲望所占据。我要杀了他们，杀了叶震天，杀了叶曼哥，杀了叶家所有的人。就在我即将被心魔吞噬的瞬间，一双有力的臂膀从身后将我紧紧抱住。冷静点！君无尘的声音如同一道清泉，注入我滚烫的脑海，一股温和但却无比浩瀚的本源灵力从他的手掌渡入我的体内，强行压制住了我体内狂暴的力量。师父，我浑身颤抖，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这是我3年来第一次哭。君无尘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过了很久，等我的情绪稍微平复下来，
他才用一种温柔的语气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傻丫头，别在这里浪费力气，等明天在全天下人面前把他们一个一个亲手踩进泥里。万众瞩目的总决赛来了，整个天星城的修士都涌进了比赛场地，巨大的观战台座无虚席，我和叶曼哥站在擂台的两端，遥遥相对。叶清雪，你这个贱人，没想到你命这么大。叶曼哥撕下了所有伪装，用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瞪着我。不过一切都到此为止了，今天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裁判宣布比赛开始的瞬间，叶曼哥便迫不及待地祭出了他的底牌。锁灵塔，一座金光闪闪的玲珑宝塔从他手中飞出，迎风剑掌，瞬间变得遮天蔽日，将整个擂台都笼罩了进去。一道无形的结界扩散开来，将擂台与外界彻底隔绝。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这片空间里的灵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抽干。叶曼哥站在锁灵塔的下方，感受着体内依旧充盈的灵力，看着我发出了狂妄的大笑。叶清雪，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你死定了！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看看，没有了那身蛮力，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他似乎已经胜券在握，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猫戏老鼠般的戏谑。然而我只是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我活动了一下手腕和脚腕，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骨骼爆响声，然后抬起头冲他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你是不是忘了，我本来就不用灵力啊？在叶曼哥呆滞的目光中，我动了。虽然锁灵塔对我的肉身力量确实有一定压制，但这种压制微乎其微，我的速度依旧快如闪电。我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一记简单直接的直拳朝着他的面门轰去。叶曼哥大惊失色，仓促之间凝聚起一个灵力护盾，护盾应声而碎。我的拳头擦着他的脸颊打了过去，拳风将他的头发吹得一片凌乱，在他脸上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他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可能？你的力量为什么没有被压制？我没有回答他这个愚蠢的问题，而是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我将这3年来从君无尘那里学到的所有近战技巧，毫无保留的全部用了出来。叶曼哥彻底被打懵了，他只能被动的凝聚护盾，狼狈的抵挡我的攻击。他的灵力在飞速消耗，他华丽的法衣被我的拳风撕裂，变得破破烂烂。他精致的妆容被汗水和泪水打花，狼狈不堪。他所有的伪装都被我一拳一脚狠狠地撕碎。我不信，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这个废物？叶曼哥被我一脚踹飞，重重地撞在结界上，口吐鲜血。他被逼入了绝境，精神彻底崩溃了，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是你逼我的，叶清雪，我要你死，我要你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燃烧他从我这里偷走的平安命格，一股远超化神期的恐怖威压从他体内爆发出来，金色的气运之力化为燃料，通过某种禁忌的仪式，强行召唤出了沉睡在叶家血脉深处的一位老祖的残魂。叶曼哥的身体被一道伟岸的虚影所取代，那虚影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息，仿佛一尊从远古走来的神魔。孽障，胆敢伤我后人！孽障，胆敢伤我后人！老祖残魂发出威严的怒喝，抬起一只由纯粹能量组成的大手，对着我一掌拍下。那一掌仿佛能压塌诸天，整个擂台在这一掌之下寸寸崩塌。我被这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狠狠地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不知。观众席上，君无尘那双慵懒的眸子骤然变得冰冷，他缓缓握住了手中的扫帚，那看似平平无奇的扫帚柄里有什么东西似乎要出来了。就在君无尘即将出手的瞬间，崩塌的擂台废墟中突然传来一阵响动，一块千斤巨石被缓缓推开，一只沾满鲜血的手从下面伸了出来。我衣衫褴褛，浑身浴血，但眼神中的战意却如同燎原之火，燃烧到了极致。我看到了师父眼中的杀意，也看到了他手中那把开始散发出恐怖剑意的扫帚。我冲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师父，这是我的因果，我自己来斩。君无尘看着我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缓缓松开了握着扫帚的手。他选择相信我。你这孽障倒是命硬。半空中的老祖残魂似乎对我能在他一掌之下活下来感到有些意外，但他没有再给我任何机会。寂灭神光，一道比太阳还要刺眼100倍的白色光柱从他的指尖射出，携带着抹杀一切的恐怖力量瞬间将我笼罩。在这道神光之中，我的肉身第一次感觉到了真正的威胁，但是我没有退缩。在剧烈的痛苦中，我的身体也在发生着惊人的蜕变，每一次开裂都会在瞬间愈合，而且变得比之前更加坚韧，先破而后立。我迎着那足以融化钢铁的高温，一步一步逆流而上。我终于冲到了叶曼哥的面前，在老祖残魂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我从怀里掏出了一块流影石，这是君无尘昨晚在叶家禁地里帮我拓印下的。我将体内最后的气血之力注入其中，流影石光芒大放，在半空中投射出一幅巨大的光幕，清晰地展现在了在场所有修士的面前。光幕上播放的正是叶家禁地祭坛的景象，以及那份记录着叶震天和叶曼哥偷取我命格、残害同族的罪证，那份血淋淋的交易契约，真相大白于天下。全场一片死寂，紧接着是冲天的哗然。天啊，叶家的天骄竟然是靠偷窃堂姐的命格得来的，连亲生女儿的命格都偷，叶震天简直丧心病狂。所有的赞美瞬间变成了唾骂。
叶家成了整个修仙界的笑柄。不，这不是真的，是他伪造的。叶震天见事情败露，想要毁掉刘颖石，然而他刚踏上擂台半步，一道身影就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他面前。是君无尘，他依旧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但眼神却冷得像万年玄冰。他淡淡的开口：“我说过，越界者死。”话音落下的瞬间，他手中的扫帚终于出鞘了，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一闪而逝，叶震天的一条手臂齐肩而断，鲜血染红了长空。叶震天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满脸惊恐地看着君无尘，就像在看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神。君无尘冷哼一声，看都没再看他一眼。全场再无人敢动弹分毫，都去死吧！叶曼哥彻底疯了，他疯狂地催动着老祖残魂，榨干自己最后一丝生命力，想要和我同归于尽。老祖残魂的气息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越来越狂暴。他汇聚了所有的力量，准备发动最后一击，而我也同样汇聚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我刚刚淬炼圆满的气血之力，以及那股不屈的战意，全部汇聚于我的右拳之上。我的拳头上燃烧起了黑色的火焰，那是厄运之力与气血之力完美融合后产生的破天罡炎。在老祖残魂的攻击落下的前一秒，我对着他的胸口挥出了最纯粹的一拳，这一拳仿佛击穿了空间，撕裂了时间。黑色的拳罡直接打穿了老祖残魂那由能量组成的巨大身躯，然后狠狠地贯穿了叶曼哥的丹田。叶曼哥的身体像一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他的丹田被我一拳彻底粉碎，修为尽废。而在他的丹田破碎的瞬间，一道无比耀眼的金色光芒从他的体内硬生生打了出来，那是本该属于我的平安命格。那道金色的命格之光在半空中盘旋了一圈，发出了一声喜悦的嗡鸣，然后化作一道流光，义无反顾地重新涌入了我的体内。命格归位，我感觉自己瞬间完整了，缠绕了我3年的厄运黑气，在金色命格之光的照耀下如同冰雪般消融，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我的肉身彻底融为了一体。我因厄运而练就的强悍肉体，此刻再加上顶级命格的加持，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我的身体在这一刻发生了终极的蜕变，瓶颈被瞬间冲破，我甚至都没有刻意去修炼，就这么水到渠成的原地突破，直接踏入了传说中的武道巅峰之境，肉身成圣。现在的我一拳真的可以打碎一片天。失去了平安命格的庇护，叶曼哥瞬间遭到了最恐怖的反噬，他的脸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那头乌黑的秀发在短短几息之间变得枯黄花白。他想逃，却被一根断裂的看台石柱不偏不倚地砸中了双腿，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在失去偷来的一切之后，瞬间变成了一个废人，这是她的报应。而叶家也迎来了他们的末日，叶震天身败名裂，断了一臂，修为大损。那些曾经被叶家欺压、与叶家有仇的家族和宗门，如同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上，墙倒众人推。曾经辉煌无比的东域第一世家在一夜之间覆灭，大仇终于得报。宗门大比结束后，无数顶级宗门向我抛来了橄榄枝，许以圣女之位、核心传承等等优厚条件，但我都拒绝了。我回到了那个破破烂烂的清风门。夕阳下，君无尘恢复了他那副慵懒的模样，正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地上根本不存在的落叶。我走上前，从他手里抢过了扫帚。师傅，我来吧。他笑了笑，没有拒绝，而是顺势躺回了他的专属躺椅，翘起了二郎腿。我一边扫地，一边轻声问：“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君无尘揉了揉我的脑袋，看着天边的晚霞，轻笑了一声：“上界那帮家伙最近有点太吵了，不如我们上去帮他们扫扫。”我们相视一笑。第二天，2道身影从清风门冲天而起，消失在了云层之上。新的传说才刚刚开始。